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惠子。大家都知道，在加勒尔地区中，一些特定地点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能量，能使宝可梦变巨大。然而实际上，早在动画早期就有过巨大宝可梦的例子，小智的木手工变大就是其中之一。这天，为了挑战成华道馆，小智和小刚他们一起到了成华市附近一座小城的郊区上，几人吃着野餐，谈论着等到了成华市要如何放松一下。正在他们谈笑风生的时候，一只溶石兽突然扭动着爬了过来，并将放在上面的食物连碗一起吞了下去。面对这突发事件，几人一点也不心疼食物，反而感叹溶石兽长得可爱，习性有趣。然而这时候，不远处的城市里传来了刺耳的警报声，要求所有市民尽快疏散避难。乐于冒险的四人自然不会放过这种反常的事情，听到广播后仍然走进了城市里。然而整条城市的街道上空荡荡的，犹如一座死城。突然一声尖叫从街道边的一座店铺里传来，四人赶快跑了过去，冲进店里。只见店里的售货员正坐在地上，满脸惊恐。顺着他的手势，他们发现一群溶石兽正在吞食店里的面包。小智让皮卡丘将他们全部赶走，不料却被成群的溶石兽压在了身下，动弹不得。与此同时，更多的溶石兽从通风管道中爬出，将四人都缠住了。好在君莎及时赶到，他们过来用藤鞭将五人一起拉了出来，溶石兽也一哄而散。为了小智等人的安全，君莎建议他们赶紧回家。在了解到几人是在旅行途中遇到了这种事，于是将他们带到了宝可梦中心。当小智一行人来到宝可梦中心，发现里面的人都神情严肃。这里已经改造成了对抗溶石兽的对策总部，中心内的指挥者是一个研究溶石兽50年的市级博士。他告诉小智，每过一段时间，溶石兽就会进入城市夺走食物，每次都会给城市造成巨大损失，所以这次建立了中心来解决这件事。为此战胜溶石兽，市级博士已经准备好了特别武器。这时信号传来，溶石兽冲向了城市中央仓库，小智等人也自告奋勇选择加入计划，阻止溶石兽。成群的溶石兽从下水道中出现，爬向仓库。博士请求小智等人一同阻止溶石兽，为自己使用秘密武器争取时间。很快，博士驾驶着改装车出现了，几道光束击中溶石兽，溶石兽消失了。原来是这些光束将溶石兽转移到了车内。就这样，博士一边用光束照耀溶石兽，一边把溶石兽投掷出城市。然而在只剩下最后一只溶石兽的时候，变故发生了。博士的机器发生了故障，不得已，小智派出木手工与溶石兽对战。正在木手工和溶石兽扭打在一起的时候，博士的机器却恢复了，再次发出光束，将木手工和溶石兽一起照射到了。巨大的爆炸过后，木手工和溶石兽竟然双双变大，变成了巨人。为了阻止溶石兽进行更大的破坏，二者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交锋，在碰撞下，几座高楼也被击倒了。为了市民的安全，小智和君莎一起分散着群众。搞笑的是，为了更方便指挥木手工战斗，小智甚至掏出了喇叭，让木手工将溶石兽引向岸边，减少损失。随着战斗的进行，木手工消耗了大量的体力，先于溶石兽恢复了正常大小。不得已，小智只能将木手工收入宝可梦球中。这一举动启发了小瑶，他提出可以尝试用宝可梦球收服这只巨大的溶石兽。然而很明显，博士没有小号的扔球外挂，进入球中的溶石兽很快跳了出来，收服失败。眼看万事休矣，乔伊借给了博士一个重量球，于是将它成功收服，这场灾难被成功化解。话说乔伊小姐手里到底有多少珍贵道具啊？送给小光波加曼不变石，小智雷之石，这也是没谁了。好了，这就是木手工变成巨人的前因后果啦。现在看来，这种特殊的能量光束很可能与极巨化有共同之处哦。